有些人说搬家的压力可能比离婚或是分手的压力还要大，但是对极简主义者来说，或许不是这么一回事。今天我就是想要分享，当搬到一个新的国家生活，极简的我带了哪一些东西，还有极简是怎么样帮助我减轻搬家的压力。你们有些人已经知道，3个月前我离开了住了6年的新加坡，大举的搬迁来到了英国伦敦工作跟生活。那说到搬家，其实大部分的人可能会觉得超级无敌麻烦。我上次看到一个美国搬家公司的调查，他们询问一群人觉得生活中有哪一些压力他们觉得最大的事情，有 45% 的人就选择了搬家。但其实对我来说，其实搬家才是检视自己最需要的物品的最好的机会。所以呢，到底有哪一些东西是我最后保留下来带来英国的必需品嘞？首先，旅行证件、存款不印章、皮包、零钱包都是基本的配备。当然，行李箱也是一定要带的。这3个行李箱可以像俄罗斯娃娃一样互相套住收纳，超省空间，我超爱。此外，虽然英国对于不穿衣服上街比新加坡还要开放一点点，但我觉得衣服还是要穿的，所以包含外套、冬季、夏季、运动衣和所有内衣裤、袜子，我总共带了89件衣物。鞋子跟包包也要带一下，所以鞋子带了4双，还带了2个包包、1个手拿包跟2个帆布袋。每天我都要刷牙洗脸，所以我也带了刚抵达几个月需要的盥洗用品、皮肤保养品、头发保养品、化妆品、吹风机，还有一些有的没的。那我也要可以接收讯息跟工作，所以我带了1只手机、无线耳机、携带式音响、2台电脑，1台是公司的，1台是我自己的，跟2个硬碟。那些随身的国际插头、充电线、子弹笔记本、1支笔、1支尺跟电子书也带在身上。虽然我有电子书，但还是带了2本实体书，一本是大不列颠小怪癖，帮助我秒懂英国文化，还有一本设计原则的书。话说我平常根本就没有在看这本书，但是觉得设计师一定要有一本设计的书，才有资格跟别人说我自己是设计师。还带了拍影片会需要的相机、脚架、灯具、相机包跟提字机。除了以上这些，我也带了其他莫名其妙的东西，像是这支刀。这支刀的设计我超级喜欢，它厉害的地方就是刀套的本身就是磨刀器，刀子永远都可以很像新买的一样锋利。还带了很多的发圈，这个发圈还蛮好用的，运动再怎么样激烈，头发都不会松掉。但如果你问我为什么要带那么多，你先去问 Amazon 为什么一定要我买这么多才可以免运。此外，我也带了1年份台中皮肤科医师的护手霜、护手套，这些富贵手必备。我也自备了2罐特大罐的护手霜跟护脚霜，看得出来我的皮肤真的超级干。面纸套，对，就是我在旧家里面最爱的面纸套，而且呢，我还带了2个。还有一个形状很奇怪的枕头，没有它我真的没有办法睡好。最后是其他我前面忘记拍的东西。以上就是我全部的家当咯。我当时呢，就是把这些全部都装进这3个行李箱，从新加坡飞来英国。当然啦，我还是有几样大型的家具是留在新加坡的，像是沙发、茶几跟木头凳子，这也是我跟男友共同拥有的东西，我暂时就先留着给他在新加坡使用。那我林林总总说了这么多，你可能会想要问，好啊，你一直在那边说你什么东西少啊，这个对搬家到底好处是什么啦？你先冷静一下，听我说。东西少对搬家的好处有4个。第一个就是打包很简单，就是因为东西很少，我就不需要去学什么搬家打包技巧，顶多我觉得就是行李箱简单的收纳一下就可以了。你知道你把这些做功课的时间跟打包的精力完全省下来拿去做别的事情，你不觉得很好吗？第2个好处就是很好移动。其实我在正式搬进来这一间公寓之前呢，我就换了3个不同的饭店来住，所以要不是因为我东西很少，不然我根本就没有办法自己一个人来处理搬运这些所有的东西。第3个好处就是减少搬运的花费预算。
我所有的行李加起来就大概不到50公斤，所以呢，一张长途机票就可以解决，不需要再额外付费加购什么购买行李加价的费用。但其实我们的公司是有补助这一笔费用啦，只是就是我不需要用到。第4个就是减少无谓的烦恼。有搬家过的人一定都知道，搬家要烦的事情不只是打包跟整理，它更是一个面对新环境的挑战。像是呢，近期我就是在忙着安顿这个新家，从最基本的要搞懂这边水电缴费怎么缴，要去哪里买一些基本的家具跟家电，然后这些无为不为，我搬进来1个多月还是没有完全搞定。此外，刚搬过来新的城市，我多少也会感到一点点焦虑还有不安。整个人其实会觉得很难放松，甚至偶尔半夜会觉得很寂寞，会偷哭之类的。总之，这些打包之外的事情，本来就一定会扰乱我正常的思维能力。所以呢，东西少一点，我的心理上比较有余力去适应跟接受这个新的改变。所以呢，如果你最近准备要搬家之前就赶快执行一下断舍离。那如果你觉得你舍不得丢东西的话，你平常买东西就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一定要就是好好的检视是不是自己真的需要才要买，这样子你搬家的时候才不会整理到蹊跷，好不好？以上呢就是我的极简搬家分享，希望有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感谢收看，我们下次见，拜拜。